以后不管怎么样，我都相信你说的话，好不好？玉婉，怎么是你啊？你偷窥我们？这是我的房间，我不知道“偷”这个字应该用在谁的身上。我知道是我不对，但是我们也是有隐私的。哎，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？允堂，好了好了，我们俩有的是时间吵架，先一起想法子让那个人回避一下嘛。玉婉，你先听我说。你还要说什么？你都让他进我们的新房，让他穿着我的睡裙，还允许他向我挑衅，你又来跟我说什么？玉婉，对不起，我忘了，在这个大酱缸里，女人永远没有对男人说不的权利。童玉婉，杜允堂，再见。亲手为我熬的药膳，第一次，他亲手为我。这算什么？杜允堂，我每天为你做那么多，也没见你这么感动过。你只是清萍的影子，我真正爱的是童玉婉。你爱他，你爱他，你爱他。你终于说出口了，杜允堂。你这样对得起我吗？我是那么的爱你。我拿碎瓷片扎自己的时候，我是用了点小小的心机，但也是伤在我身上。我的痛苦也是血肉模糊，也是痛彻心扉的。你的做作，你的欺骗，我不想再去深究了。我敢说，你对我的不是爱。那什么是爱啊？童玉婉走了，你才说爱他，你就不嫌做作啊？他的诚实，他的自尊，他的坚强，每一样我都爱。尽管我跟他有争吵、有猜忌的时候，他是我杜云堂的结发原配。他的地位，没有人能取代，听懂了吗？容妈，太太，允堂去没去玉婉那儿道歉？那他又去红玉那儿了？也没有，只是这左一个右一个的，将来都带回家，可怎么办呢？我就担心这个。允堂这样荒唐下去，老爷绝对不会把杜家的产业交给他的。太太，您还记得当年咱们祖太爷的事吗？怎么了？我听说啊，当年咱们祖太爷就娶了9房姨太太，把咱们林家闹的那天天就跟戏园子似的。我想啊，与其这样，还不如娶一个能管得住二少爷的姨太太，也算尽了少奶奶没能尽到的责任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让红雨进门？不行。以前我跟他闹成那样，那将来他还不跟我作对呀？
不如我们先考验考验这个宏宇。振作起来，我会给你更多。我什么都不想要，我只想大哭一场。他不爱我，他抱着我的时候，眼中只有怜悯。他爱的只是童玉婉。没想到，像你这种女人，也会为爱情痛哭流涕啊。爱情就是一件受罪的破事儿。我就是宁可毁了，化成灰，我也不要他爱童玉婉，不要！小姐，你说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，这太太和容妈也不过来问一问，管一管。是我自己没用，他们看在眼里，烦在心里，倒不如把事情挂一挂，冷2天，等疖子熟透了再挤脓头，也是母亲治家的艺术。素汐，怎么了？你看看，你整整看了2个小时账本，愣没翻一页。你心里苦成这样了，为什么还要忍？还要装成淡定？好，你心气儿高，装得跟没事人一样，别人会当真的。太太和容妈都在商量给姑爷纳妾了。姐，你心里苦成这样了，为什么还要忍？还要装成淡定？好，你心气儿高，装得跟没事人一样，别人会当真的。太太和容妈都在商量给姑爷纳妾了。小姐，都怪我，我本来不该说的，我怎么就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呢？小姐，你千万不要想不开，就宏宇那种下三滥的女人，太太怎么能看上呢？相比之下，一定会看上小姐的长处。他处心积虑，又和二房串通一气，把这家子人的脾气好恶摸得一清二楚。允堂那么精明，都着了他的道，何况太太？还有老爷，老爷最明白事理，等老爷把工厂停电的事处理好，一定会给小姐做主的。苏西，连你都知道，老爷忧心工厂停电的事，他替我阿玛额娘挑了40万的债务，我不能替他分忧，还要让他为琐碎的家务事操心，那我不成了天底下最忘恩负义的儿媳妇？小姐，你说你想怎么做？我苏西替你出头，也算是替天行道。苏西，你去找个煤油炉，就在这儿给允堂熬药膳吧。什么？你还熬啊？这姑爷的心都被狗吃了，你还要掏心掏肺的对他？事到如今，我也只能尽我的心意。至于结果，就看他的心了。小姐，你一片真心对人，那
那也得看对象是谁。姑爷不是周少爷，周少爷至情至性，你真心对他，他痴心回报。可姑爷呢？那恶魔姑爷的心我是看透了，他就是万年海底千年冰，只怕你一辈子把真心给他，都听不到他一个响儿。小姐，如果周少爷现在就带你私奔，我第一个举双手双脚赞成。苏西，我现在是杜允堂的妻子，杜家二少奶奶。即使周廷琛现在出现，我也不能跟他走，你明不明白啊？也得咬牙坚持。小姐，我真快没耐心了。这个臭小子，到底是死是活？给句痛快话啊！哎，大哥，怎么就一声不吭？咱们现在一身骚，真谁谁都没，还是别去了。娘死我了！我真是要死了！也不去见这个臭小子，谁让他没记得自己还有个爹？这个爹想他。大哥，窗台上的花已经蔫了，没准敏如小姐已经被日本人给咔嚓了。少峰没浇，刚开始还浇水来着，后来啊就不管了。小峰不是这样的人，一定是出了什么差错。现在敏如很危险，必须马上找到她。先躲开！大哥，刚才你也全看到了，干爹他身体不好，好像得了皮肤病。常年吸食鸦片的人，就会有这样的症状，只能靠中药来缓解。黎少峰倒是隔三差五的给干爹请大夫，都是上海最好的中医，出诊费就得30块大洋呢。当年爹要打断他的腿，逼他乞讨，后来又当街羞辱他。现在我爹老了病了，我这个当儿子的不能尽孝，反倒是少峰帮我尽心尽力的照顾他。大哥，黎少峰这个人吧，我总觉得他鬼点子太多，有点捉摸不定。我总是担心他会不会瞒着大哥干什么坏事。少峰就算有千般不是，但是他对我的兄弟情分是不会掺假的，我信得过他。大哥，那有可能是我想多了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玉婉斗不过那个红雨。大哥，我查到了红雨和专放白鸽的王老千师徒有点关系，可是他俩现在都不露面了，黑道白道都没有他们的消息。难道是收到了什么消息藏起来了？既然红雨是清平的孪生妹妹，那这事就和金夫人脱不了干系。找到给他们提供养女的那个人贩子，顺藤摸瓜。明白，大哥，我这就去办。明天黄昏，外摆杜小贱，偷偷吻你，不反对吧，敏如？
我们暴露了，赶快离开这里！我们的人快到了，你跑不了了。廷琛，你出卖革命的同志，死有余辜。叛徒，是你出卖了联络点，设置了埋伏，对不对？不是的，你不要再维护他了。哎呦，兄弟，不好意思啊，碰上你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以为的叛徒其实是英雄，而你以为的烈士才是真正的叛徒。你跟踪我们多久了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是不是他们说的暗棋？其实啊，我连个臭棋我这都算不上，啊，我偶尔啊就是收收破烂，传传口信儿。什么口信？北洋特使要用周廷琛指控沈志佩，周先生最好马上离开上海。还有，找回杜若欢的事儿，你们最好不要参与，否则很可能暴露杜家和革命党的关系。以杜家的能力，他们找个女孩毫无问题。我知道了，谢谢。我会把自己藏起来。保重。廷琛，让我做你的护法，保护你隐身。你要干什么？我现在把敏茹交给你，她要是有什么闪失的话，有你好看。哎，廷琛，你不能走！我不是情报被你递来递去的，你现在没有我的保护，跑到哪里都不安全，听见了吗？廷琛，放我下来呀！廷琛！允堂，允堂，太太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我不能来吗？这是我儿子花钱租的房子，我要来看看我儿子又添置了什么摆设。红雨给太太请安，问容妈妈好。礼数倒还算周全。太太，您请坐。哦，我去给太太沏杯茶。慢，我们太太喝茶的脾性和二少爷不一样，她不喝碧螺春，
红宇明白，红宇早就准备好了上好的松溪白茶。这种茶上海都少有，你这里怎么会有？二少爷哪天不念叨太太好几回啊？我因此知道您就爱喝这种茶，跑了大半个上海才买到，就是盼着太太哪天能给我一个机会，喝一口红宇我沏的茶。总算苍天不负有心人，今天可把您给盼来了。罢了罢了，端上来吧。是太太。太太，请用茶。是2滚水泡的，算是合我的口味。太太，给。这手巾是法国名牌，像你这种身份的人，怎么能让我儿子给你买这个？太太，您冤枉我了，这是我给允堂准备的。我知道他在家中就喜欢用这个牌子的，我是怕他用别的过敏，受了委屈。太太，红宇倒没说谎，这是二少爷用的。你倒是从心底知道关心我儿子，这也算是可取之处。还有红宇对老爷太太的一片孝心呢。红宇平时没事一直学着做太太最喜欢吃的绿豆糕，今天斗胆想在您面前献个丑呢。那就看在你诚心诚意的份上，太太赏你个脸，吃1、2块。你赶快去厨房准备吧。好，太太，红宇先去忙了。太太，我看他对您恭恭敬敬的，应该不是装出来的吧？他就是装的。啊，原来他是拍咱们的马屁呀！那我们现在就走。走什么走啊？要说这婆媳之间，这儿媳妇拍马屁，就是装也是不错的。哎呀，我这做婆婆的，平日想让儿媳妇拍马屁，哼，有那清高的人还不接这个茬呢。您是说二少奶奶不如红宇懂人情世故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一提童玉婉，我这气就不顺了。既来之则安之，我们吃完了再回去。是。父亲，您回来了。这么晚了，饭菜还没准备好啊？这几天您都在工厂忙，也不知道您今天会回家吃饭，所以就没准备饭菜。大妈呢？带着容妈出去了，估计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那雪竹跟你妈呢？母亲带着雪竹去看戏去了。看看我娶的这2房太太，我最艰难的时候，2个太太只顾着自己寻欢作乐，没有一个人和我共患难啊。父亲，您稍后，我让他们备饭啊。不用了，让他们给我弄碗面条好了，面的，
最起码可以意味着长长久久。父亲，咱们杜家自然可以长长久久。您怎么说那么不吉利的话呀？再说吉利话也没有用啊。你可知道，咱们杜家将会面临灭顶之灾呀！啊？灭顶之灾？爸，我听说沈之沛向北洋特使让步了，现在整个上海都恢复供电了，那怎么咱们家的工厂还是没电呢？现在最糟糕的是，咱们工厂的备用发电机，在这个时候也被人弄坏了。这是不是想逼我们知难而退啊？这还把我们家的发电机给弄坏了？你猜的一点都没错，是买通厂里的人动的手脚，而且这个嫌疑人昨天晚上畏罪潜逃了。父亲，这个嫌疑人肯定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这是无疑的。我想指使他的人应该就是森下洋行那些人，他们是为了不让我们拿到京邦街的开发权。这是显而易见的，因为啊，如果你是爸爸的话，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？我想，既然人家不愿意让我们做这个事情，那咱们就放弃。爸，要是成了沈将军的眼中钉、肉中刺的话，咱们会吃更大的亏啊。云堂，你呢？你怎么看？我觉得现在还不到放弃的时候。哦，说说你的理由。其实眼下最聪明的方法，就是把京邦街的开发意义发到报社去，让他们大肆张扬。到时候我们可以让整个上海的人帮我们大造声势。你们两兄弟啊，一个是畏惧，一个是冒进。看来你爸爸我还是不能休息啊。爸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工厂，还有工厂里面的工人。我现在回去就是要稳定大局。允堂，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？你跟我说，我帮你完善完善。你放心，我肯定不会抢你的功劳的。我不是说你抢我功劳什么的，只是我遇到一些事情特别棘手，想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去把它赶紧想通，不想耽误了。允堂，你就急得跟我说几句话的时间都没有了吗？二少爷，二少奶奶想和你谈一谈。允堂，这个夫妻之间谈心很重要，那个工厂停电什么的事情啊，晚几个小时再解决也来得及。你跟二少奶奶说，这2天我都不回来了，有事等我回来再说吧。好的。小姐，二少奶奶，您回去吧，二少爷，他已经走了。小姐，我去找姑爷算账。素汐，没必要了。管家，二少奶奶，你替我把这个箱子带给允堂，这里边都是他穿过的衣服和爱看的书。二少奶奶，总有一天，二少爷会回心转意的。我先走了。就怕再回首，已是百年身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
苏西，扶我回房。报告团长，说。什么？这个时候还有人敢喝酒？都给我拉出去鞭刑！这批军需品今天晚上必须装船。没看见我正在陪黎军需长清点吗？没事，你去忙你的，这里有我。啊，那我去就来。走。报告黎军需长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气象局送来的暴雨警报，说是今晚会有特大洪水，请赶紧转移已经装船的物资。好，没你事了，下去吧。是。特大洪水。沈支配，不给你个下马威，你还真以为我是你菜板上的小鱼小虾？回来了。将军，您累了，不该喝酒，该喝养心汤了。先放在这儿吧。你先下去吧，以后没我的命令，别进我的卧室。是。将军，谢谢您。谢什么？我应该谢你。曾几何时，你一见我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，我碰你一下，你就浑身起鸡皮疙瘩。现在我的小女孩也学会等我了。以前玉兰也是这样，无论多晚都等我回来。这才是我沈支配的女人。是啊，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，我终于适应这里的生活了。对我这么体贴，是不是有事求我啊？还真有事。又是你那个宝贝哥哥吧？将军，我大哥的方案真的跟森下洋行没有关系。他只是想让我父亲的离世建筑重新在上海立足而已。我觉得，您不应该看都不看就直接扔进垃圾桶。进来。将军，下暴雨了，江水猛涨，运输货物的船没有及时卸货，所有的军火全都报废了。谁看守的军械库？王团长和李少峰。将军，这件事只是个意外，求您放过我哥哥。滚开！一群乌龟王八蛋！将军，你还想问你哥哥的消息？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他为了抢救物资，被大水冲走了。
求求您带我去救他好不好？他被救下了，正在医院里。你对他太关心、太依赖了。如果他不是你亲哥哥，我一定会亲手毙了这个让你如此牵肠挂肚、失魂落魄的男人。将军，他现在已经没事了，对吗？我陪你去医院看他。走。啊，你醒了。将军，我没能保住军械库，辜负了您对我的信任。躺下，好好养伤。你已经尽力了，早一点回军需处，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。将军，少峰有过误会，不能不说。你还是想说京邦街码头的开发方案？我知道了。我冤枉你了。我真的没有为日本人做事。如果将军现在让我死，我可以死得无憾。大哥，廷琛一直向我推荐你，说你才智过人，所以今天我想听听你的想法。学妹，先回去。将军，外国洋行刚刚断了我们的军火贷款，现在军火库又出了问题，江苏督军想趁虚而入。我觉得将军不如壮士断腕。什么意思？派人杀了杜家父子，这样华商商会就没有人出头承担京邦街的开发项目，给北京特使一个台阶下。杀了杜氏父子，项目谁来做？拖到北京政府换一波当官的。总之不能便宜了日本人。特使想要周廷琛的项上人头怎么办？周大哥是为了您才亡命天涯的，要是您都保不住他，那以后还有谁敢为您尽忠尽义？你果然对廷琛情深意重，只可惜你的计谋还是年轻气盛，考虑的欠周全。杜氏父子不仅是上海华商商会会长，在北京和武汉也是有极深的人脉。暗杀之事如果败露了，我沈之沛在上海滩可就无法立足了。那将军的意思是？想个办法，让他们知难而退。那大哥怎么办？发个通缉令搜捕一下，敷衍一下北京特使。可万一弄假成真，大哥不就保不住命了吗？我养了10几年的黑鹰，就凭几只小家雀，还奈何不了他。你告诉我，
我儿子到底是死是活？为什么现在满大街都贴着要抓他的通缉令啊？大哥没有死。那你还不救他？通缉令一下他就死定了。你和我去求求沈志佩，现在就去！啊！干爹，上次你大闹将军府，差点被特使大人枪毙。我替你求情，将军很不高兴。所以通缉令这事，我看还是等将军消了气再说吧。臭小子，你现在居然敢对我推三阻四的！要是我儿子有个好歹，你也活不了。我死了，也要拉上你垫背，把你的真实身份昭告天下。小福根，小叫花子。干爹，要替大哥脱罪，得釜底抽薪。通缉令是特使逼沈将军下的，因为牵涉京邦街的改造，只要让杜家和日本人不争这个改造权，那大哥就安全了。你的意思是，只要对付杜家，特使大人就会放过我儿子？沈将军说了，要想个法子让杜家知难而退，但杜家到处都有根基，轻易扳不倒他们。除非什么？这是我收集的童家的借据。如果我们逼童家还钱，那杜家一定会借钱给他们。到时候杜家资金不足，那京邦街的改造，不就只剩知难而退4个字了吗？就算不能一下子扳倒他们，特使会看在你煞费苦心的份上，放大哥一条生路。我拿这些借据羞辱童家，逼死他们。亲家倒了，打断胳膊连着筋，看他还好意思冲上海滩商界的老大。其实啊，干爹，我手里有一件可以让童家恨不得抽自己耳光的东西，可惜大哥不让我给你。什么东西？童家的传家之宝翡翠屏风，它是童家祖祖辈辈尊贵的象征，也是童玉婉不争的铁证。快点关门！关门！关好！老爷太太，老爷太太，那些债主们在门口闹开锅了都。这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，那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呐。他们还说呀，这次算是轻的，要是再不还钱，就不是泼墨水这么简单了，要打动我们全家头破血流啊！欺人太甚。荣启呀，你赶紧问我玉婉，杜家的钱什么时候能借出来呀？哎，这玉婉在杜家的处境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她的嫁妆、首饰都卖了，就为了替我们还钱。我这个当阿娘的，怎么还有脸再去找她去啊？宁可我们都死了，我也不能再让女儿为难了。好，你们都有脸，就我没有脸呐！我明天就让那个周明昌把我给打死算了。哼！哎呀，老爷，哎呀，还不都是你招的事儿？哎呀，杜家的救命钱什么时候能到啊？喂，找二少奶奶童玉婉。小姐，老爷和大少爷在书房里说了2个钟头的话了，这明摆着躲着咱们。您身子不好，还是起来吧。苏西，阿玛额娘，就我这么一个女儿，
如今他们有难，别说跪2个小时，就是跪2天、2个月，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也要救他们。好，我素汐别的不会做，就是上刀山下火海，也得替小姐挡在前头。小姐，素汐陪你跪到老爷开恩为止。素汐，这几天因为停电导致的损失，你算出来没有？哦，父亲，停电的损失共计是33万元。现在我们已经用工人的月薪提前支付了，还有我们发到百货公司的棉布，因为没有日货便宜，所以货款全部都收不回来。现在关键是码头的状况，这货船一天被卡，我们的损失不只是钱，还有杜家一直以来按时交货的商业信用啊。可是父亲，三井码头和顺泰码头的日本人、英国人要求我们马上交出全年的占租费和轮船的停泊费，这笔费用又是30多万。这码头的占租费一定要马上搞定，让刘经理去想办法，看哪里的钱可以调动。工人的月薪还可以再拖2、3天，但是码头的钱实在不能再拖了。父亲，我看咱们账户上还有一笔准备给童家的40万借款，要不我们先拿来应应急？不行不行，这玉婉在外面等着，为的就是这笔钱呢。父亲，我们自己的船都快沉了，哪还顾得了别人呢？你去把玉婉叫进来。父亲，三思而后行啊！我说去叫玉婉进来。这，听见没有？去啊！喂，陈兄啊，是，我正要找你呢。是这样的，我最近资金周转不灵啊，所以想跟你借点钱。什么？没钱？陈兄啊，咱们是多年的朋友了，你就别这样，帮帮我好吗？什么？工厂倒闭？那看来我找你不是时候了。那好，我自己想办法。那不好意思了，陈兄，打扰你了。父亲，是这样，我们现在杜家种种的情况，你应该是最了解的了吧？我了解，处处受困，举步维艰。想我杜瑞达一生的志愿是实业救国，没想到这条路啊，越走越窄。玉婉，我想问你，如果你是我，现在面对这么多难关，你觉得我应该怎么过？父亲，我会挺住，不会放弃靖邦街码头的开发权。为什么？日本人处心积虑，我虽然想不出原因，但也知道此事危急。如果黄浦江沿线没有中国人自己的码头，一旦发生战争，兵员和货物的供给都会受制于人。所以无论如何，我们也绝不能放弃这个开发权。我想问你，如果你是我，现在面对这么多难关，你觉得我应该怎么过？父亲，我会挺住，不会放弃靖邦街码头的开发权。玉婉，你一次一次的让我刮目相看呢。就凭你刚刚说的这番话，这个远见，我杜瑞达再难都要帮助你们童家。宇威，把南浦路的房子卖掉，给童家救济。父亲，
那是您答应100年之后留给母亲养老的。什么叫着眼当下呀？我还要跟你说吗？钱财身外之物，该出手的时候就要出手。多谢父亲。杜家自顾不暇之时，您还能竭力救我阿玛额娘。我佟玉婉会永远记得您的恩情，一辈子守住杜家。玉婉，你可要记住你今天所说的这句话，一辈子守住杜家。将来会有一天，我需要你兑现你的诺言。玉婉，绝不食言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你不是答应过我的吗？南浦路的房子是留给我和允薇的，你现在去救济童家，那不是要拿我的棺材本去填补大房的那个大窟窿吗？允薇啊，把你母亲劝回房去。父亲，您看，母亲娘家又没有势力，我也不像允堂一样可以在外面赚钱，还求父亲给我和母亲一条活路啊！你说到哪里去了？你母亲不懂事，没有礼节，你不帮忙劝你母亲，你还在那儿起哄。老爷，你这么说话，你不是打我的脸吗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们2个先出去吧，我跟你二妈有话说。翠玲啊，老爷，你总是让我吃亏，今天这个亏，我咽不下去。翠玲呐，这只是权宜之计，你就别计较了。哎，我可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你看，这汉远呢，已经找到若欢了，过2天就会来上海了。到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你17年没见的女儿了。是真的？真的。我的女儿，我的女儿。好了，翠玲，与亲情相比，钱财乃身外之物，将心比心。今天我们帮了童家，以后童家和玉婉也可能会帮若欢呢。阿玛额娘，阿玛额娘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玉婉呐，玉婉，就算阿玛求你了，那帮流氓真的打上门来，我们童家真的要完蛋了呀！哎呀，你没看见玉婉生病了，你这么吓唬她？她是我生的，我现在不求她，我什么时候求她呀？这是玉婉的婆家，你给她留点面子好不好？面子？童家要是没了，我们谁都没有面子。哎呀，你小点声你！玉婉是我的女儿，我了解她，她身上但凡有1毛钱，就会给你8分半的。玉婉，我把童家老宅的地契拿来了，我知道兵荒马乱不好卖，狠狠心贱卖，也能凑出40万来。请老爷和太太放心，小姐跪了1天，终于把钱给筹来了。真的？是真的。阿玛额娘，你们不用贱卖童家老宅，安安心心回家等着吧。女儿明天一定把钱送过去。玉婉，你身子没事吧？明天的钱就让素汐送过来就行了。等家里过了这个难关，娘带你去看好的中医，好好调理啊。额娘，女儿没事，倒是你们的身子比我重要啊，千万别急坏了自己。玉婉，那阿玛就等着这个钱救命了，你可千万不要言而无信呐。女儿一定不会让童家再受债主欺辱。好，我们走吧。啊，哎，老爷太太慢走。好，走吧。阿玛额娘，慢点。没事。什么风把杜大少爷吹来了？少峰啊，那个姐夫也好久没见到你了，
咱们好久没见了，啊？少峰，那姐夫就有话直说了，啊？我知道你最有本事了，那个雪竹对付大房的主意都是你帮他出的。雪竹是我姐姐，她在杜家受欺负，我帮她是理所应当的。啊，对对对，咱们都是一家人嘛，所以今天姐夫有个忙，也想请你帮一下。你不是都要休了我姐姐了吗？凭什么要我帮你？我发誓再也不欺负雪竹了。你帮姐夫一个忙吧。誓言是一切轻浮之物中最轻浮的东西。哎呦，说得好，说得好，真是太有哲理了。这是谁的名言啊？名言？这是我说的。说得好。窦允威，你要我帮你，论亲情你表现不够，论誓言你诚信不够，你还有什么牌可以打？只要你帮我干掉大房，杜家就是我的了。我有魄力把杜家一半的生意都让给你。一半不行，我要全部。你想让我当你的傀儡呀？可你现在连傀儡都不如。有朝一日，你把杜家所有的房产积蓄给你，生意机会给我，然后支持我当华商商会的会长，这是你现在唯一可出的牌。杜家的积蓄和房产都归我？当然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我这个人做事最有魄力了。他们都以为我不如允堂，其实我只是嘴巴不如他会说。少峰，眼下你先得帮我解决南浦路房产的问题，不能让它被卖出去，否则我就不能相信你了。房产分布图带来了吗？啊，那中间的这4套房子合约已到，我可以帮你找一些下家，一签就是10年，保证都是最难缠的无赖。等一下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要记住，这就是房产买卖中最厉害的一招——穿心烂。如果这些无赖不搬的话，你说，谁还敢接受这笔生意？房子卖不出去，就救不了童家，对不对？只要童家一垮，杜允堂的颜面自然扫地。这样一来，你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，也打击了杜允堂。真是绝妙的好计，少峰，你绝对是个天才，杜允堂根本比不上你。回去准备一下，记得把日期改成3个月之前。3个月？哎，少峰，你真是想得太周到了，我马上去办。父亲，这里是4份3个月前签的租约，一签就是10年，租户们都不肯搬走，还要打我们。你跟他们说，赔偿他们3倍，还有白桌酒，你说是杜老爷请他们的。他们说，要住满10年才搬走，什么条件都不答应。嗯，永威啊，这种10年约，你怎么签的时候不告诉我一声呢？这，父亲，几个月前我也不知道你要卖这几套房子呀。再说，多签几年的租约，换成谁那都是求之不得的呀。什么求之不得的？你中了他们的穿心烂局了。穿心烂？什么是穿心烂？我不知道啊。管家，我们名下的产业有哪些可以迅速转让的？时局不好，其他房产地段一般，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买主啊。可童家那边已经不能再拖了。父亲，有件事不知该不该说。说吧。工厂停电这段时间，工厂人心涣散，好多工人拿不到工钱就跳槽了，空出了好多岗位。
可我们跟工人一向关系都很好的，晚几天给工资，不至于弄成这样吧？好像在外面听到一些谣言，说我们杜家急着卖房子，是因为我们杜家快破产了，简直是胡说八道！父亲，咱们可不能再贱卖房子了，这样会人心不稳的。赵运堂回来，我相信他身上10来万一定有的，快去找他。二少爷昨晚没回家，不知道去哪儿了。这个不孝子，知不知道杜家现在什么时候了？喂，爹，老爷怎么了？汉元，他说若欢到了上海，可是莫名其妙人不见了。现在其他的事都先放一放，我们一定要尽快找到若欢。